Oh yeah, yeah. Oh, no, no. Eres perfecta mujer, de la cabeza a los pies。好啦，这支影片是我去巴塞罗那独旅的第一支影片，要带大家从行前准备到景点介绍完整攻略 Sagrada Familia 圣家堂。首先呢，在去之前一定要记得在 App Store 下载 App， 选择要去的时间跟买好票。之后买完票呢，就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可以下载 Audio Guide 的部分，建议事先下载，不然的话在现场还要等。圣家堂刚好位于巴塞罗那正中央的位置，那上山下海的距离是一样的。它最有名的两面，一面是 Passion Facade， 那目前是圣家堂观光导览的出口位置。那另外一面则是 Nativity Facade， 它现在是进去圣家堂的入口位置。那圣家堂教堂真正的出入口目前还没有盖好。圣家堂是1882年开始建造的，那原本打算设计为一个哥德式的建筑，但是因为一开始的第一位设计师他不干了，所以1883年就变成当时只有31岁的高第来接手。那高第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投入了一生的心血在创作圣家堂上面，但很不幸的是他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死了。那1936年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所以他的部分手稿跟模型就在内战的时候被摧毁。他们基本上花了15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模型复原。那基本上接任高第的设计师都依照着高第的设计在进行圣家堂的建设。那这座教堂到目前还没有盖好，预计是2026年完工。不过导览的人是说2030年，我个人比较偏向是2026年了，因为毕竟高第逝世100周年的纪念，听起来比较有点纪念意义吗？那为什么会盖得这么慢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它的建设资金来源都是靠各方捐款，我们买票的票价也都会放到这座教堂建设里面，所以因为去的人多，然后票收的多，所以建设也快了很多。可以看到 Nativity Facade 对面的就是 Entrance 的入口，那大家会在那边排队经过安检，那进来之后呢就会从那个入口出来，基本上呢可以看到有1、2、3、4的这种标志，那这种是 Audio Guide 的标志。你看现在后面这是人少时候的样子，我来的时候10点半真的人超多到爆炸，所以蛮推荐大家透过中午的时间避开人潮。圣家堂的特色之一就是它有18座不同的塔楼，那每一座塔楼的尖顶都会有不同的雕像，代表不同的人物或是主题。那最近完成的就是2021年代表 Virgin Mary 的12芒星，那还在建设的也就是最高的部分是172米的 Jesus 耶稣的雕像，那个应该会是巴塞罗那最高的部分。我们背后现在的就是 Tour Guide 的集合地点，那 Tour Guide 会拿到类似像同步传声器的那种东西跟耳机，那耳机是附送的。Tour Guide 的价钱大概会比一般的票价再贵个4欧左右。Nativity Facade 代表的是 Hope、Faith 跟 Charity， 那同时也代表着春天生机盎然的景象。正中央呢就是耶稣诞生的故事，
那面对正中央的左边是耶稣孩童时期的雕塑，然后右边是耶稣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这一面呢，也是高第生前唯一完成的一面。由于高第非常喜欢大自然，所以同时也包含了很多种动物啊、植物啊在这一面上面。这中间呢，就是耶稣诞生的画面。那耶稣圣母玛利亚耶稣的上方呢，就是天使们。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天使是没有翅膀的，因为高第觉得有翅膀的天使太不真实了。那更有趣的是，这些天使的面孔，有些人是日本人的面孔，这是因为2013年担任圣家堂的首席雕刻师外尾月郎所制作的部分。那高第他也是沿着高第当初的想法，高第是觉得说，反正未来一定会有世界各地的人过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要 inclusive 跟 diversity。 这一整面呢，完整呈现了耶稣诞生的故事。中间的那个柱子上是耶稣，然后上面是天使，画面的左边是智者，右边则是牧羊人。高第在做这些雕刻的时候呢，是真的去现场把当初左邻右舍这些 village 的人找过来，然后依他们的样子来雕刻这些人物的雕像。动物们也是真的动物们，所以基本上这上面的人物啊、动物啊都是实际存在过的。在正中央耶稣诞生故事的下方，可以看到2只乌龟，那右边的是陆龟，左边的是海龟。现在进入 Nativity Facet 的这个门，也是外尾月郎社负责的。那上面除了叶子，然后还有一点点泛红的变色之外呢，它其实门上还有很多不同各种的蜘蛛啊、昆虫等等，所以也很值得大家去发现。教堂内部的灯光呢，基本上都是采用自然光，会根据时间的不同有所变化。那目前看到的是中午12点1点左右的样子。那从 Nativity Facet 进来的这一面呢，代表的是春天，另外一面 Passion Facet 是代表的是秋冬，所以它们灯光的颜色也会不一样。灯光真的超美的。刚刚也有提过，高第非常的喜欢大自然，所以在教堂里面的这些柱子都做成像树木的样子，所以他们称里面为 forest。 同时可以注意到的是，每根柱子上面的材料其实长得都不大一样，尤其是最中央的4根柱子，它是有点偏紫色、红色的那种石材，据说好像是用在埃及建设一些temple 在用的这种石材。这4根柱子最上面要支撑的呢，就是最高的那个耶稣雕像的那个塔楼。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选用这种石材。这种石材其实是就是在所有里面柱子的石材之中最贵的一种。圣家堂还有一点非常好玩的，就是圣家堂里面的耶稣雕像是往上的。那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如果去欧洲其他地方的教堂，耶稣雕像通常是往下看的。在靠近教堂真正出入口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有2个小雕像。那2个小雕像就是未来会放在其中18座塔楼其中一个塔楼顶部的雕像。那这个写满不同文字的画面，就是教堂真正的出入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背后的灯光从彩绘玻璃洒进来，打在柱子上的样子。那这边的灯光比较偏暖色，是因为它代表着秋天、冬天。现在我们来到了 Passion Facet 这一面。那这个门上呢，就是用 Catalonia 也就是巴塞隆纳主要大家所讲的语言
所写的圣经的一些字眼。Bésame, venía Passion Facet 呢，代表的是 suffering 跟 resurrection， 就是耶稣受难记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整体的感觉会比较冷硬，然后高地为了制造出比较 borny 的感觉，柱子上呢都会是类似像树干这种感觉。那可以看到的是正面是整个耶稣 suffering 的部分，那可以在面向 Passion Facet 左边呢，可以看见应该是犹大亲吻耶稣的雕像，那雕像旁边有一排数字，这些数字不管怎么加起来都是33，代表耶稣33岁受难的年纪。正中央的旁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当初罗马的士兵啊什么的，那做的其实有点像星际大战的样子。那教堂Passion Facet 顶部呢，也可以看到小小耶稣雕像。面向 Passion Facet 右边的话，可以看到一堆很像水果的东西在那个塔上，那代表的就是Catalonia 巴塞罗那冬天的水果。面向教堂的右边呢，可以看到一个很像3只小猪的那种砖块屋，那这其实是高第当初出资建立的学校，提供给盖教堂的工人们的小孩上学的地方。教堂跟这所学校的中间呢，有一个小通道，那这个小通道通往的就是博物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它的导览还算不错，但是看完这支影片，大家基本上也 get 到了导览的重点了。要不要再选导览呢，也是大家自己决定。我记得它好像没有中文的导览，那英文导览我遇到的导览员他的口音还蛮重的，所以大家自己斟酌看看吧。A las 12 me dan ganas de llamarte por el FaceTime。我其实呢，在整个 Sagrada Familia 待了将近4.5个小时，好像有点太夸张。不过我这趟巴塞罗那之旅就是要来朝圣高地的，所以待这么久也算值回票价吧。从 Passion Facet 出来，穿过小公园，然后有个还蛮美的巷子。那在 Starbucks 旁边也可以看到，也是一个还不错的 photo spot。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Yeah, se vuelve un caos, somos el Big Bang, estoy en